为什么说石油战神他们才是最科学、最理智的投资者？如果你还在纠结买什么币，那你永远是韭菜。真正的高手买什么不重要，买多少才是关键。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今天给大家分享科普视频。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先问大家3个问题：一、暴涨的币你是不是每次只买了一点点？2、暴跌的币呢，你是不是总是全仓梭哈？3、别人总是无限子弹，你是不是一次次赔光继续充钱？如果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这期巴菲特和芒格都在用的赌神公式将帮你彻底扭转这一种局面。赌神的公式要从一位特立独行的数学天才说起。1960年的冬天，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气温接近冰点，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裹着一件硕大的外套，顶着重感冒的不适走进赌场。他的外套下藏着一个秘密武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可穿戴电子设备。这台微型电脑内嵌入了一个神奇的赌神公式——凯利公式。它能实时计算轮盘和21点游戏的获胜概率和最佳投注金额。仅仅是一个周末，索普就赚到了相当于他在 MIT 当教授1年的薪水。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个神奇的凯利公式到底是什么？凯利公式是约翰·凯利基于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的研究提出的。然而，第一个把凯利公式带进赌场的索普并没有止步于赌博，而是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金融市场。他发明了权证定价理论和可转债套利，无论牛熊，持续保持高收益，横扫华尔街。后面就连股神巴菲特和芒格都在使用这套凯利公式进行投资，可以说来自赌场的凯利公式已经是现在投资领域的必修课。大家千万不要被数学和公式吓退了，其实凯利公式非常简单，只用到小学水平的加减乘除。F 等于 B 乘以 P 减去 Q， 最后呢再除以 B， 其中 F 是应该投入的资金比例， B 是获胜时的赔率。比如说1赔2，那么 B 就等于2， P 是获胜的概率， Q 失败的概率就等于1减去 P。 那我们用抛硬币的例子说明一下，你就会明白。假设你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赌局，抛硬币正面代表你赢，反面代表你输，但这是一枚作弊的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有 60%， 也就是说 P 等于 0.6， 相对应的 Q 就等于 0.4。 如果你赢了，赌场就会返还你本金的同时呢，再赔给你一份你的本金。那也就是说1元赌赢了就可以拿2元走，赔率的话就是1赔1， B 就等于1。如果你输了，本金归赌场所有，那么请问这个时候你应该每一把压注多少？那其实呢，凯利公式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相信大家也已经能算出来了。F 这个时候呢就等于1乘以 0.6 减去 0.4， 最后再除以1等于 0.2， 也就是说你每次投入本金的 20% 才是科学的。为什么不是一把梭哈赢把大的？因为硬币有 40% 的概率返回来，所以呢你只有 60% 的赢面。如果 60% 的赢面就要全梭哈的话，你就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每次投入的比例是 20%， 而不是 10% 或者 50%。因为凯利公式能保证3件事：第一，最优增长。凯利公式不是为了单次获胜最大化，而是为了长期财富增长最大化。如果你一直按照凯利公式下注，从数学上来讲，你的财富增长速度将会是最快的。第二，永不破产。只要你严格按照凯利公式，永远只投注总金额的一个比例，理论上来说的话，你永远不会完全破产，即使连续失败，你的资金只会不断减少，但不会归零。第三，风险控制。如果你的一个投资机会算出来的 F 值是负数，那么凯利公式就是在告诉你不要进行投资，那这是一个亏损的游戏。所以算出来 20% 就比 10% 的财富增长速度更快，也比投资 50% 破产的概率更小。我们可以用程序来模拟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里我们计算玩100次游戏的结果，有100位玩家，每人初始的资金是100元。那每轮胜率的是 60%， 1赔1，然后建议投注的比例是 20%。你可以在下方看到资金变化的趋势平均值，50% 的激进策略的话是明显平均值要高于凯利策略的 20%。但是呢，这个平均值不代表普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中位数的变化，中位数的变化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凯利策略永远最优啊。同时 50% 的激进策略也导致了24人破产。那这个凯利策略的话并没有破产人数产生。我们把凯利公式带到日常的投资当中，如果你发现一个比较有前景的秘密扣印，觉得现在买入有 10% 的概率可能会赚100倍，当然也有可能会赔光，你所有的本钱呢就只有1万块，那这次你要投入多少钱呢？按照凯利公式 F 等于 BP 减 Q 除以 B，
这里的 b 的话是因为我们的倍数是100倍，所以它的 b 的话就乘了100。p 的话获胜概率是 0.1， 就 10%， 我们这边的话有给大家说过的。那么对应的 q 的话就是1减 10% 是 0.9， 然后再除以100倍，最终算出来的话是 9.1%。那也就是说你有1万块本金，你投入的钱就只有910块。要知道 10% 的概率赚100倍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概率了，哪有这么多的土狗会变成金狗，恰好又被你碰上了。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平时梭哈的不够科学，以至于本金消耗速度过快，真正有好的标的或者大牛市的时候呢，你已经没钱了。那么凯利公式是万能的吗？并不是。如果你单纯依赖凯利公式，这可能也会害了你。我们再计算一个场景啊，假设比特币12万美元一颗，近期内涨到15万的概率有 60%。如果你想要开20倍的杠杆，选择永续合约开多，你应该投入多少的保证金会比较合适？假如此刻已经涨到15万，现货赔率是 0.25， 你的20倍杠杆乘以 0.25 也就是5，合约赔率也就是1赔5。那这时候呢 P 等于 60%， 因为我们预期它概率是 60%， Q 就等于 0.4， 1减去 60% 0.4， 所以呢 F 最终算出来的话是等于52%，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仓位的话要开是 52%， 等于你把一半的资金放进去开这个合约，你觉得这个合适吗？因为我们都知道20倍杠杆如果去开它的话，杠杆倍数过高有助于风险的，因为它上下浮动空间就只有 5% 了，一旦这个价格上下浮动超过 5% 就会爆仓，所以爆仓的概率呢是远远大于 40% 的。即便你长期看涨比特币，但是呢受短期内波动因素影响，下跌 5% 的概率呢仍然超过 80%， 安全概率只有 20% 不到。所以此时真实的一个成功率的话算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一定是远低于你预期的 60%， 可能只有 15% 的成功率。那如果我们再按照 15% 的成功率来计算，此时的话 F 就等于5乘以 0.15 减去 0.85， 然后再除以5，最终算出来的话是负数。结果为负数就代表着我们根本不应该进行这笔投资。那这个计算的话就会说明两个道理：第一，数学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人类估算了这一个概率；第二，不要轻易的开高杠杆倍数的合约。所以想要击败庄家，不仅是靠科学，还要靠准确的预测能力。然而出于人类的本性，对自己看好的东西呢，其实往往会过于乐观。所以很多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呢，会在凯利公式的比例上再减少一半，甚至3/4的比例，用来平衡自己过于乐观的预测。那其实赚的少的话不要紧，一直要在牌桌上玩，一直不离场，就永远有机会翻身。这个是我老板在我入圈的时候呢一直说的一句话。那我们再给大家玩一个游戏啊，有一个项目它的代币发行量是100亿美，价格的话是 0.03。那项目方呢会有内幕消息啊，项目方要拉盘了，他可能会拉1万倍到300美金，但是呢成功率只有 10%。那我们使用到凯利公式来进行计算的话，它是要拿出仓位的 10%， 也就是本金的 10% 来购买此项目的代币。那请问这个计算是正确的吗？先跟你说好，这个计算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关注一下成功率。首先 10% 的话是不是太高了？当然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啊，就是说你说高就高，你说低就低，你有什么科学方法来进行判别吗？不能一直都靠感觉吧？没准这个项目方财大气粗，他就能做出这样一个奇迹。那这个科学的判别方法呢，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代币发行量100亿美，如果流通量正常，价格是在 0.03 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项目的总市值就是100亿乘以 0.03， 也就是接近3亿美元。那我们再举个例子，现在最接近3亿美元的项目的话是 Catro，全网排名的话是164。如果这个项目的市值要涨，就是这个项目要涨1万倍，变成300美元一颗的话，那么总市值的话将会来到3万亿美元啊，不是美啊，是300亿美元。但是呢，目前排名第一的 Bitcoin 比特币，它的最高市值的话也仅有 2.5 万亿。所以呢，这个 10% 的概率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你说现在持有某个币正常流通的情况下，市值从160多米一下子超过比特币，这个概率甚至就是0了。
如果把0这个概率套进凯利公式来进行计算的话，那么你觉得它还会有数据吗？算出来的数据是负数，它会告诉你这根本就不是你应该投资的项目。所以呢，公式的话仅仅只是帮助我们，但是它不能主导我们，或者是我们也不能过于依赖。那这就是有关于凯利公式的详解。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签到，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后续空头发放的一个凭证。另外，我们指标平台更新了 SYP 功能，该功能可以解锁平台所有指标信息，便于你更好的使用和开设仓位。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完成交易所的注册，并且完成如下的任务，就可以轻松享受仅限100的席位，先到先得。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全球第一交易所币安，并享受我们的专属手续费减免优惠。OKX 交易所最强信任福利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XT 交易所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 现货 49%， 以及我们协同币安、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在影片的最后呢，有一个限时福利，如果您是多号参与镂空头的玩家 ，Spower 折浏览器有新用户限时福利，在8月7日到8月22日之间，新用户订阅任意付费套餐，可获等额赠送金奖励，买多少送多少，最高奖励$100，赠送金秒到账，续费可以直接抵扣套餐的费用，相当于接近5折，非常的划算。付款时可以使用我们粉丝的专属优惠码，还可以享受额外折扣，最高可优惠 45%。新用户仍留有7天免费使用权，可以利用强大功能实现多开浏览器、同步操作、一键指南、IP 隔离等。